拜登政府讨论把美国的核原则改成不首先使用，似乎是认识到了核武器使用的真谛。这个思想认知水平是不是比中国落后了50年呢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美国人又谈核武器的不首先使用的问题。但我看呢，美国人的认知恐怕要落后中国50年。核武器是一类极其特殊的武器。关于核武器的作用或价值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论断，那就是战争手段否定了战争的目的。人类之所以会发动战争呢，无非是为了争夺利益啊。有的人是为了抢夺别人的利益，有的人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。但是如果战争当中使用了核武器，就会把大家所争夺的利益顽强毁灭，甚至于连人类自己也灰飞烟灭。这就是战争的目的被否定了。核武器出现以后啊，各个国家的政治家对于它的作用和后果认识是不同的。中国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，敏锐地认识到了核武器的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局限性。因此呢，当中国成功的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，就明确地对全世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，不对无核国家或地区使用核武器。这就把中国的核武器使用严格地限制在了战略反击的范围。而同时代的美国和苏联就不是这样，美国先后制定了多种核战略，虽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反击的成分，但总体来说是进攻为主。苏联在80年代之前都非常强调核武器的进攻性，甚至提出要在战役进攻当中就优先使用核武器，打开突破口。随着美苏两国核武器越造越多，世界各国都觉得不对劲了，所以才出现了全球要求美苏实施核裁军的强烈的呼声。这推动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谈判的进程。正是因为核武器的巨大的威力和严重的破坏性，从冷战开始到冷战结束，再到2021年的今天，核武器并没有被真正的使用过。除了在朝鲜战争期间，美国曾经用核武器威胁过中国之外，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，都没有拿核武器去威胁过另外一个无核国家。虽然美苏两国有好几次非常接近核战争的边缘，但是在最后一刻两国领导人还是保持了基本的理智。过去这几十年的历史向人们证明了这样一个现实：核武器这个东西不能没有，但造多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如今呢，任何人都没有机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了。假如美国首先向中国投掷核武器，那么带来的后果肯定是中国的战略核反击。中国的核武器数量虽然不多，但是把美国炸回17时代也是不成问题的。所以美国不但造那么多的核武器没有用，就是首先使用核武器也没有什么用，反而把自己绑在了不道德的耻辱柱上。所以拜登政府讨论把美国的核原则改成不首先使用，似乎是认识到了核武器使用的真谛。这个思想认知水平是不是比中国落后了50年呢？当然，时至今日，美国政府对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也不过是说说而已，并没有进入到正式的议事日程。美国内外的讨论热情呢也不高，相信就算是美国真的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方向推进，过程也不会很快。假设美国真的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战略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核裁军。既然是用作反击嘛，那核武器的数量就不必保有那么多。美国就算要考虑同时同中国和俄罗斯开战，即使把现有的核武器数量砍掉一半，也还是足够的。核裁军带来的问题是损害了美国的核武器利益集团。美国每年要花费几百亿美元来维持现有的核武库，不但包括正在值班的民兵3紧射核导弹、3叉戟2潜射核导弹和空基核巡航导弹，还包括归能源部管理的一大批库存的核弹头。这么多钱养活了很多利益集团，如何安抚这些人，这是美国政府很头疼的事情。美国从来不会做单方面裁军这么吃亏的事儿。如果他要把自己的核弹头砍掉一部分，他必定要求其他的核国家跟着一块裁，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俄罗斯了。
那俄罗斯会不会跟着他也明确的表示不首先实验核武呢？这是很难说的事儿。与此同时啊，美国肯定会强烈的要求中国也加入核裁军谈判的行列。中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向来是非常有节制的，核弹头的数量怕是连美国的一个零头都没有，因此核裁军对中国来说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。而且一旦加入了核裁军的谈判，中国就要把自己的核武器的数量、部署情况公开，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来说当然是不利的。孙子兵法说，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这是中国的对敌斗争策略，那我们轻易是不能拿出来的。总而言之，美国人的核武器战略如何调整是美国人自己的事儿，但是中国的核战略与核政策是一定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。核裁军还不是我们中国目前要考虑的问题，真要考虑，那是你美国的核武器减到与中国同等规模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，中国一定会主动提出来裁减自己的核武器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。